400亿播放量的真相，不是热度，是诚意用一个角色换来的信任。有一种成功是需要时间来兑现的。各位，今天这期我们慢慢说哈，不着急，就当是深夜跟你唠一唠。我最近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件事，转了好几天了，睡前也想，走路也想，说到底是因为一个数字，400亿，全网播放量破400亿，一部剧播出3年了。你先别急着说数据嘛，营销号天天吹。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的，真的。刷手机刷到这条，本来在看别的，手指一滑就过去了，然后我又画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脑子里咯噔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，一部3年前的剧，3年了，今天还在被人一遍一遍的看。这才是我今天想聊的，不是400亿这个数字本身，那只是个结果。我想聊的是，3年之后还有人愿意看这件事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不聊数据攀比，不跟任何人比，谁也别 cue 我引战，我们就聊程毅这一个人，这一条路。而且我打算换个讲法，倒着讲，从现在往回追，追到那个还没什么人注意他的时候。你跟着我慢慢往回走一趟，走到最后你自然就懂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400亿到底是个什么概念？我给你翻译成人话哈。热度这个东西，说白了，在今天这个行业里是可以运作出来的。买热搜、控评、打头、水军刷屏，想让一个数字在短期之内冲一波，税难也不难，有钱有资源就行。可是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长尾。什么叫长尾？我解释一下，就是这剧早就播完了，该看的人第一波都看过了，按照正常规律，热度这时候应该像退潮一样往下掉，掉得很快。可莲花楼没有，它不掉，它像一条长长的尾巴，拖了很久很久，拖了3年，到今天还在动。我给你几个具体的点，你感受一下。83轮上星，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？就是各个卫视一轮接一轮的重播，播了整整83次，而且每一轮重播热度还是火的，连续霸榜超过500天，周边衍生品卖了3000万。你把这几个数字摆一块看，重播还能火，那看的是谁？是新观众吗？有，肯定有新人入坑，但更多的是老观众在重刷，是那种我明明看过了，我甚至知道下一句台词是什么，可我还是想再看一遍的人。这种心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是买不来的。热搜可以刷，播放量前期可以催，但一个观众心甘情愿地打开第2遍、第3遍、第10遍，这个作弊不了。火候到没到，观众嘴上可能不说，可他的手很诚实，他愿不愿意再点开一次，就是最真实的答案。所以在我眼里，400亿这个数，它根本不是一张营销成绩单，它是，怎么说呢？我想了个词，它是信任的总和，是几百万人用我愿意再看一遍这个动作，一票一票投出来的。好，拉回来，既然现在是这么个局面，那我们就往回走，回到3年前，回到这一切开始的地方。3年前，2023年，对，2023年的夏天。等一下，这个我确认一下，别记错了，误导你们。这剧是2023年7月底开播的，对，没记错，正好也压在暑期档上。你看巧不巧，今年的3周年也卡在暑期档，首尾正好接上一个完整的轮回，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本身就挺有故事感的。那阵子的市场是个什么样子？我得先插一句行业背景哈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为什么难。那几年古装剧特别卷，内卷得非常厉害，一部接着一部往外砸，题材撞，选角撞，套路也撞，观众说实话是有点看累了，看麻了的。在那么一个环境里，一部新剧想真正冒头，想让人记住，太难了。多少剧砸了大钱，热闹2天就沉下去没声了。而莲花楼刚开播那会儿，说句实话，它不是那种一上来就铺天盖地砸资源，恨不得全网都是它的剧，它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热起来的。
是口碑掀起来，一个人拉一个人，哎，你看了没？还没快去看，然后热度才跟上来的。这个顺序你一定要记住，先口碑，后热度。这跟市面上很多剧是完全反着来的。很多剧是热度先炸，铺天盖地，然后口碑往下掉，越播越骂。而它反过来，你说这两种哪一种更抗跌？哪一种走得更远？答案就在今天这400亿里。那为什么它能反过来？好，这就必须要说到那个人了，李莲花。今天这一段，我想多花点时间，多说几句，因为我真心觉得，整部剧长尾的答案，一大半都藏在这一个角色身上。李莲花这个人物难演，真的难。你别看他表面上就是个吊儿郎当、爱财如命、怕死怕疼，说话还专门气人的江湖郎中，一副没个正形的样子。可你要知道，他底下是一个身负重病，早就看透了生死，心里头装着极大过往和极大痛苦的人。演员要做的是同时把这两层都端出来，表面上那份松弛，那份魂不吝，和底下那份沉，那份爱。一个角色，两副面孔，还得让他们严丝合缝地长在一个人身上，不能演成两个人。我跟你讲几个细节啊，你要是重刷过，你回想一下，你去看他咳嗽的处理，他不是那种夸张的，恨不得把病写在脸上，咳给观众看的咳。他是那种咳到一半，眼睛还得瞟一下旁边的人，怕人家担心，然后硬生生把那口气，那份难受压回去，末了还咧嘴给你笑一下的咳。这个分寸感，我给他起个名字，叫藏病于笑。太难了，演过头了架，演不到位又出不来。他就卡在那个最难的点上，稳稳地拿住了。还有眼神，这个我要专门说。李莲花笑的时候，你仔细看她的眼睛，她的眼睛是不跟着嘴一起笑到底的，总有那么一点点收着的、疲惫的、看淡了的东西沉在眼底。你要是快近着看，你 get 不到。可你要是静下心来细看，你会突然发现，这个人物是活的，他有呼吸，他有心事。这种东西，剧本里不会写，导演也没法一句句教，全靠演员自己的理解和沉淀，一点一点喂进去。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那个词，火候。慢工出细活。有些角色，你演个7、8分，观众其实看不太出来差在哪儿。但李莲花这种角色不行，你差1分，整个人物的可信度就塌了，就散了。而程毅这个 level 的处理，是把这个特别难端的角色，从头到尾端得稳稳当当。我承认哈，我这一段是带着偏爱说的，我不装客观。但是你自己去把那几场重头戏翻出来再看一遍，看完你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这个判断我可以拍胸脯保证是公平的。好，我们再往回走一点，这是逆流的最后一站了，也是我最想说的一站。往回，再往回，走到程毅还没有李莲花的那些年。老粉应该记得那段日子。那些年，怎么说呢？我斟酌一下用词。他不是一夜爆红那一挂的人，他没有那种横空出世、一步封神的运气。他是那种一个角色一个角色，一部戏一部戏，慢慢磨，慢慢熬过来的人。网上早些年有种声音，我先说清楚啊，这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我把话说完整再判断。有人说他红得慢，说他熬了很久很久才被大众看见。这话你单拎出来听，好像是个遗憾，甚至有点像批评。但你换个角度想想这件事，红得慢，这是他的问题吗？我真不这么觉得。那个时候的市场，好的资源位就那么几个，风口今年吹谁，明年吹谁，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一个演员自己能左右的。时机不对，你实力再好，也得等，也得排队。说白了，他不是没实力，是市场当时没有把那个对的位置、对的角色及时的放到他手里。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事，这是行业规律，是运气和时机的问题。那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，他做了什么？这才是关键。他没急，也没有病急乱投医，什么剧都接。他就在那儿，踏踏实实一个戏一个戏的演，把功夫、把本事
全都下在了那些当时没人看见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后来发生了什么？等到李莲花这个角色终于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接得住，他准备好了。机会来的时候，他手里是有东西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跟老粉们说一句，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是对的。你们不是盲目，你们是眼光好，是比整个市场更早的看见了这个人身上那点东西。这种先看见，其实特别不容易，也特别值得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其实慢这个东西，放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快，什么都要及时报，恨不得3天捧一个顶流的行业里，反而成了最稀缺、最金贵的品质。快，能给你一时的热度，来得猛，去得也快。慢，才能给你3年之后依然坚挺的400亿。你品，你细品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好了，我们从现在出发，一路往回，追到了起点，现在又一路走回来了。回到现在，回到那个数字400亿。现在你再看他一眼，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？他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营销数据了，他是一个人，不慌不忙，稳稳当当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出来换回来的东西。是不着急这3个字落到实处，落到地上，一天一天长出来的果子。所以回到我开头说的那句话，有一种成功是需要时间来兑现的。3年过去了，400亿明明白白摆在这儿，我现在心里特别确定，它意味着时间最终站在了他这一边，也意味着当年那些愿意慢慢等，愿意慢慢陪着看的人，你们等对了，也陪对了。这种坚持本来就值得被看见，而今天他确实被看见了。各位懂他的人自然会懂。今天这期就聊到这儿。你要是也重刷过莲花楼，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场戏，我赌一包辣条，咱们大概率会重合。